词啊，在干嘛啊？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是小确幸。我把它分为4个：感官上的小确幸、人际互动、自我成就感、精神上的小确幸、意外惊喜。有没有发觉我的声音变得非常的奇怪，变得有点沙哑了？如果你也喜欢闲聊这系列的影片，不妨可以点个赞。那最近天冷了，大家也要注意保暖哦。那在讲这4点小确幸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讲什么是小确幸。小确幸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小确幸这个词呢，是源自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，他有一本散文集叫做《兰格汉斯岛的午后》。这本书中，他首次有提到这一个小确幸，里面写的小确幸的意思是说，虽然微小，但确实存在的幸福，指那些生活中虽然微小，但平凡却可以带给人家幸福，可以带给别人短暂幸福感的时刻。那这些时刻不一定是要非常重大或是很戏剧性的，而且它跟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，有点像是什么个人的安慰啊，一点小惊喜，或是一个短暂的美好的瞬间。小确幸有强调说，即使在我们忙碌的时候或平凡的生活中呢，依然能够发现的小惊喜。它是来提醒我们，幸福不一定要来自重大的事件或是成就。那首先我们要先讲的是感官上的小确幸。那什么是感官上的小确幸呢？举个例子，当你走进书店啊，或是闻到书本的味道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。有一些人会非常的喜欢去书店，本身很喜欢那种书的味道，他觉得他闻到那种书的味道，心里就会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喜悦。那这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小确幸，属于那种感官知觉上的。那什么是人际互动的小确幸呢？在一天很忙的日子里面，突然收到了朋友的一则简讯。那这则简讯呢，可能是让你瞬间感觉到被关心。你今天生日好了，可能朋友就会传说什么，生日快乐啊，有没有改天要不要一起出来玩啊？你收到一个很久没有见的好朋友，他突然传来一句生日快乐，可能想要跟你聚一聚，然后你就想说，因为这个契机而跑来密我，就觉得有点开心，有点小小的喜悦。那这个是人际互动上面。人际互动上面就是主要以人为主，有点像是社交方面的小确幸。那什么是自我成就感的小确幸呢？你可能一天工作，然后可能每天都会有那种工作的待办事项，可能完成了所有的待办事项好了，你心里面就会有莫名的一种满足感，有一种喜悦感，你达成了这个目标。或者是有些人会今天好像要学一项技能，可能就是学做菜啦，或是学语言啦，他可能今天就是有需要完成的一个事项，完成了之后呢，也是得到一份技能，那这个就是自我成就感的小确幸。自我成就感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你自己要做的事情，然后你把它做完了。最后一点，什么是意外惊喜的小确幸呢？这是我今年才发生的。今年的6月份，我的偶像他是第一次来台湾开演唱会。收到这则消息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兴奋。可是因为那时候的6月份天气不是很稳定，比如说北中南可能常常下雨啊，下完雨又出太阳，不是很稳定的情况下呢，我就很担心那天的晚上台北会下雨。我就想说如果真的下雨的话怎么办？我是那种很不喜欢出门再多带一个东西或是提一个东西，我就觉得很烦。结果没有想到在演唱会前1-2天，我要从南部，因为那时候我还在读书，然后要从南部先回我台中的家的时候呢，我就去查了一下北部的那个天气。查的那天我就发现说，那一天一整天台北都不会下雨。然后我想说，天啊，这也太开心了吧！因为它就真的只有那一天不会下雨，其他天天气预报上面都是写说会下雨。我就想说，天啊，太开心了吧！竟然有的时候天气预报不是会不准吗？我就想说，那不准的话，会不会当天真的下雨？结果我当天去，我从早上很早搭车，一直到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滴到任何一滴雨，这是让我非常惊艳。走到哪里一整天都是晴朗的。那这是我生活中的小确幸。那你们生活中的小确幸是什么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
最近台湾的天气真的变得非常的不稳定。这次我在上职训班的时候，有很多人感冒，然后包括我现在录影片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沙哑。这个声音已经是我现在状态非常好的时候，不然我其实原本昨天就要录，可是我昨天的声音真的是会闭塞、会破音的那种。